当年怀里襁褓鹰，今夜决赛对面赢，金身37场赢，再赢一场使留名。台北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，新泽西世界杯决赛，西班牙对阿根廷。先说西班牙这张决赛门票是怎么拿到手的？半决赛对法国，赛前全世界都当火星撞地球，结果干净利了，2-0。第22分钟，迪涅在禁区里放倒亚马尔，奥亚萨瓦尔凑刀点球先下一城。第58分钟，佩德罗·波罗跟奥尔莫打了个撞墙配合，推射远角锁定胜局。更狠的是另一个数，法国全场的预期进球只有0.31，史上火力最猛的一届法国被西班牙用控球活活饿了90分钟，连一次像样的拔刀机会都没搂着。这场赢完，一个数字全世界都在传，37场，西班牙正式比赛连续37场不败，追平了意大利保持的历史记录。决赛只要再不输38场，独占历史第一。前无古人。可决赛这道门后面站着的偏偏是阿根廷，卫冕冠军，4场淘汰赛4次从悬崖边爬回来的老江湖，还有一个39岁的梅西。而且这场决赛里还藏着一个全世界等了2年的画面，20年前被梅西亲手抱过的那个婴儿，如今19岁，要从他手里抢那座大力神杯，觉得西班牙这台机器稳得没悬念的，觉得梅西的剧本还欠一个神迹收尾的，今晚都先把结论收一收。这一场谁输了都得疼上好几年。先说那张照片，2007年巴塞罗那巴萨俱乐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拍慈善日历，摄影师是美联社的琼蒙福特。那天的安排听着就离谱，让队里一个20岁的年轻球员给一个5个月大的婴儿洗澡，年轻人刚从更衣室出来，看见塑料澡盆里泡着个孩子，当场就懵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抱，孩子的妈妈就在边上帮着扶。照片拍完，日历印完，这事儿就翻篇了，一躺就是17年。2024年欧洲杯，这组照片突然全网疯传，连蒙福特本人都是被老同事提醒才知道，当年澡盆里那个胖小子长大了，叫亚马尔，而给他洗澡的那个年轻人，全世界都认识，梅西。这故事咱们之前提过一嘴。今天他翻到了最后一页，7月20号凌晨，这两个人，一个穿红的，一个穿蓝白的，站上世界杯决赛的两边。这届世界杯的发布会上，有记者把这张照片举到亚马尔面前，小伙子笑着说：“我是长大了点啊，我觉得莱奥也是，我希望这一天真的到来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决赛的对手还没定，如今愿望成真了，只是成真的方式最扎心。想拿到人生第一座世界杯，就得从抱过你的人手里抢。再看这个19岁的当下成色，7月13号他刚满19岁，紧跟着的半决赛就是他在禁区里被迪涅放倒，给西班牙挣来那记撞开决赛大门的点球。半决赛赛前，全世界把那场球炒成姆巴佩和亚马尔的两代门面之争。90分钟踢完，少年造点赢球，天王空手回家。这一局是19岁的赢了。这届他还有对沙特开场10分钟的处子球挂在账上。金球奖的最新榜单里，他排世界第2，可数字从来量不出他最吓人的地方。那份把天王山踢成日常的松弛。半决赛那种场面，他要球、扛人、造点，踢得跟在自家楼下野球场一样。老话说大场面看得出年龄，这孩子把这句老话踢碎了。20年前那组照片里，梅西是巴萨的当家，亚马尔是襁褓里的小道具。20年后，一个39，一个19，中间隔着整整一代足球。决赛哨一响，情分清零，孩子想要的东西跟老人想守的东西是同一座金杯。西班牙上下倒是乐见这层缘分。过去2年，全欧洲都在喊亚马尔是梅西的接班人，可接班这回事儿，光靠喊没用，得当面接。王座只有一把，交接仪式就定在7月20号凌晨。再说西班牙这边，一个被名字耽误的狠人奥亚萨瓦尔，皇家社会的队长，29岁，青训出身，一辈子没挪过窝。你要问他是谁，这么说吧，西班牙最近几年所有决赛级别的关键时刻，几乎都有他的手印。2024年欧洲杯决赛对英格兰，第86分钟捅进制胜球的是他。这届半决赛对法国，顶着全世界的目光把点球送进死角的还是他。还有一笔账知道的人不多，2021年10月，米兰圣西罗，意大利那条37场不败的世界纪录被终结的那晚，西班牙2-1，费兰托雷斯梅开二度，第一个进球的助攻就是奥亚萨瓦尔送出的。别人上大场面腿软，这位爷的履历反着长，场面越大出手越稳。更有意思的是他的身份反差，这人在俱乐部拿过的最高荣誉不过是一座国王杯，各路豪门都没抢的人，偏偏长了一颗决赛的心脏。大场面这东西从来不看身价，看出门道了吗？这里头藏着足球史上最圆的一个轮回。5年前，意大利的37场不败是西班牙亲手掐断的。
5年后，西班牙自己踢了37场，追平的正是那条被自己掐断过的记录。决赛再不输38场，这项世界纪录从此改姓。更巧的是，决赛对面的阿根廷恰恰也吃过这碗饭。梅西那批人手里也曾捏过一条36场的不败线，所以这场决赛是这个星球上唯二知道30几场不输是什么滋味的两支队当面对仗。这条不败线的起点是2024年3月，从那以后，欧洲杯冠军这届世界杯7场比赛只丢1个球，6场零封，唯一的失球还是传中头球。阵地战里，没有一支球队能从他们身上敲开过第2次门。罗德里加、佩德里那条金球奖级的中场，咱们之前唠透了，不重复。今天只补一个新账，光是16强以来的3轮淘汰赛，西班牙的进球名单就写了4个名字：梅里诺、法比安、奥亚萨瓦尔波罗。你掐死亚马尔有奥尔莫做球，掐死中路板凳上还坐着梅里诺，连波罗一个边后卫都能在半决赛给你来一记撞墙配合。刀太多，你不知道防哪一把。唠到这儿正好过半，喜欢老马这么给你捋球的，顺手把订阅点上。咱接着说对面那位39岁的老爷子和他身后那支怎么都打不死的卫冕冠军。说句公道话，决赛对面这支队是本届被判过死刑次数最多也活得最好的球队。把阿根廷的4场淘汰赛摆一排你就明白了。16强对埃及0-2落后，13分钟连追3球。8强对瑞士被拖进加时，3-1咬下来。半决赛对英格兰，第55分钟落后，第85分钟恩佐远射轰平，补时第2分钟老塔罗头球绝杀，最后7分钟把一只脚已经迈进决赛的英格兰硬生生拽了回去。4场淘汰赛，2回从落后里爬出来，2回被拖进加时，没有一场顺风球，场场都从鬼门关前拐了回来。这种队你领先他都睡不着觉，他不崩盘，他只等你犯错。再说那2记绝杀助攻是谁给的？39岁的梅西，半决赛2传定江山。本届8个进球，金靴榜和姆巴佩并列第1。写稿这会儿，2人都停在8个。姆巴佩手里剩的那发，周6季军战就得打出去；梅西手里那发留在决赛。本届金靴归谁，要一直悬到决赛的中场上。这场决赛真要掰，就掰3个地方。第一个，方向盘归谁？本届头一回有球队敢跟西班牙抢球权。阿根廷半决赛控了64%，把英格兰按在半场摁着打。他们同样是控球门派出来的。可决赛的球只有一个，总有一边得学会过没球的日子。西班牙没球会立刻反抢，阿根廷没球会退下来磨反击。谁先接受副驾驶的位置，谁反而占便宜。第二个，天下第一高的站位对天下第一准的那双眼睛。西班牙那条防线是全世界压得最靠前的，身后那片开阔地正是梅西直赛球的猎场。阿尔瓦雷斯这届的冲刺，吃的就是这口饭。19岁的库巴尔西们要在8万人面前防住那脚说来就来的致命遗传。这道题法国交的答卷是0.31，阿根廷的比法国的细得多。第3个，油箱和日头。决赛当地3点开球，新泽西的7月露天球场，太阳明晃晃的直照。国际足联专门定了规矩，每半场第22分钟强制补水。西班牙比阿根廷早打完半决赛1天，多歇24小时，而且7场下来1场加时没踢过。阿根廷腿里垫着2场120分钟，队里2个人顶梁柱，一个39，一个38，这笔体能账天平沉向西班牙。而且控球本身就是最好的遮阳伞，让对手在太阳底下追球，自己在影子里传球。西班牙的踢法天生适合桑拿天，可阿根廷人会告诉你，本届他们最能打的时段，恰恰是所有人都觉得他们该累了的时候。机构那边把60%上下的赢面递到了西班牙名下，决赛能给出这种倾斜度，算是把话说得很满了。可另外那4成里站着梅西，这数字你敢闭眼全信吗？西班牙的夺冠剧本就3行字，第1行把球攥死。对法国那场就是现成模板，你有天下第一的快刀，我不给你拔刀的地方。梅西再神也得先摸到球，控球就是给梅西断电，多控1分钟，那双39岁的腿就多老1分钟。第2行看住那几次由守转攻，阿根廷全场可能就给你3-4次真正的杀招，每一次都从梅西的脚背上起飞。罗德里的位置感是第1道保险，库巴尔西的回追是第2道，门将的出击半径是第3道，3道保险都得上满，防线照样往上顶。顶是西班牙的信仰，缩就成了别人，但每一次集体压上都得有人盯死梅西的接球点。第3行，别把比赛交给命运，领先了就把节奏踩到底，别给阿根廷留绝境剧本。这支队本届最擅长的就是绝境，你把他逼到墙角，等于帮他按下了最强档，真拖到点球。丑话说前头，对面门线上杵着的大马丁
2022年决赛的点球大战就是他的个人秀，西班牙自己的12码98，咱们之前也接过，所以最优解只有一条：90分钟之内办完所有事。这也正对这支队的脾气。西班牙人踢球从来不爱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。最后还有一层软账，决赛经验。阿根廷更衣室里，半屋子人揣着2022年的冠军戒指。西班牙全队世界杯决赛经验加起来是0。上一次西班牙站上这个舞台，2010年，亚马尔3岁，佩德里7岁。可这支西班牙邪就邪在欧洲杯决赛踢了赢了，圣西罗那种级别的窒息局踢了赢了。37场不败，就是37场没被任何场面下破打，没上过台是真的，上台之前从没怯过场也是真的。场边那位德拉富恩特2年多前还被全国的口水淹着，如今带队站到了世界之巅的门口，老爷子这份答卷就差最后一页。历史账今天只算一本，决赛的家底，西班牙的世界杯决赛履历只有一行字：2010年南非加时第116分钟，伊涅斯塔一剑封喉，1-0队史第1颗星。就这一次决赛，就这一座杯，可那一晚足够一代人反复回味这支队里好几个人的足球启蒙，就是2010年那个夏天守在电视机前完成的。16年后，当年的观众把自己踢成了主角，足球圈管这个叫传承。西班牙人自己说的更实在，家里的手艺没丢，对面的家底厚的吓人。阿根廷队史第7次世界杯决赛，从1930年第1届就进过决赛的老牌劲旅，隔些年就要回这个舞台转一圈，光梅西一个人就要踢人生第3场。一边全队决赛经验为0，一边全队见了7回世面。纸面上，这大概是决赛史上经验最悬殊的对局之一。可西班牙人半点不虚，底气有3条。第一，最近2年的大赛答卷全是满分。2024年欧洲杯7战全胜夺冠，决赛赢的正是英格兰。第86分钟的制胜球，进球的就是今天这位奥亚萨巴尔。大赛决赛这道题，这批人刚满分交过1回卷。第二，这条路西班牙人走通过一遍。2008年欧洲杯冠军，紧接着2010年世界杯冠军，欧洲之王转年加冕世界之王。如今2024年欧洲杯冠军在手，决赛门票在手，同一条路又走到了最后一级台阶。第一个王朝属于哈维和伊涅斯塔，第二个要是落成，属于亚马尔和佩德里。第三，看看他们一路踩过谁：葡萄牙、比利时、法国，欧洲能打的被他们从北到南清了一遍。还有一层意思，这场决赛是欧洲杯冠军对美洲杯冠军，这样的对决本来今年3月就该打一场，结果因为种种原因黄了。4个月后，足球把这场架重新排期，场地直接换成世界杯决赛，彩头直接换成大力神杯。该打的架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最后说说这场球的分量，西班牙赢了，队史第2颗星到手，38场不败，独占历史第1。欧洲杯、世界杯背靠背，第2王朝正式落成。而19岁的亚马尔将成为世界冠军。从澡盆里那个5个月大的婴儿到大力神杯的杯柄，19年一张照片首尾呼应。这故事够全世界讲20年。阿根廷赢了，西班牙的37场金身当场碎的决赛之夜，2年攒下的一切，一夜之间只剩1个惜败。决赛就是这么不讲情面的地方，他从来不发安慰奖。顺带说一句，这场决赛还开了个先例，世界杯历史上第1次决赛中场加了演唱会，麦当娜和夏奇拉都在名单里。国际足联把排场拉到了顶，8万多人的球场，全世界几十亿双眼睛，一边是历史第1的记录，一边是39岁球王的谢幕之战。这种夜晚几年攒不出一回。而决赛跟之前所有比赛只有一个区别，它没有下一场。台北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，新泽西 MetLife 球场世界杯决赛开球。这场球你觉得谁能赢？比分是多少？老马跟你约定，觉得西班牙加冕双星的评论区扣个1，觉得梅西补完最后一块拼图的扣个2，顺手把你猜的比分留下。明儿早上咱们对答案。觉得老马唠的还重，订阅点一个，决赛的复盘第一时间给你端上桌。我是第1次看球的老马，咱们下一场见。